故事要从30年前说起，那是一个被称为全球化黄金时代的时期。当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信奉同一个信条，比较利益原则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哪生产最便宜，就在哪生产。于是，一个极致分工的链条诞生了。美国的矽谷负责设计最聪明的大脑，台湾的台积电负责锻造最精密的身躯，而中国的工厂则负责将它们组装成型。这是一个1+1+1大于3的游戏，我们每个人都因此享受到了廉价且高端的 iPhone 和电脑。但这个运作了30年的完美齿轮，在过去几年突然卡住了。从中美贸易战到全球大流行，再到地缘冲突的爆发，美国突然惊觉，如果全球供应链是一台电脑，那么它的电源开关竟然不在自己手里。晶片不再只是商品的零件，它变成了21世纪的石油。当 AI 算力成为国家的战略防线时，美国意识到，如果90%的高端晶片都来自海峡对岸的一座岛屿，这不再是经济学上的分工，而是国安上的软肋。于是，台积电搬往亚利桑那州，这不单是一次企业的海外扩张，而是一场人类经济史上的经典转移。我们正在告别效率优先的1.0时代，转而进入一个名为安全优先或主权优先的2.0时代。这被经济学家称为城堡经济。每个大国都在围绕自己修筑护城河，试图将关键产业关进自己的城堡。但问题是，修筑城堡是需要代价的。台积电回美，就是这张昂贵门票的第一笔首付款。今天带你来了解台积电回美背后的影响。了解前麻烦先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能分享让更多人看到。如果说第一章是关于主权的宏大叙事，那么第2章我们要来算一算账单。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曾公开表示，在美国制造晶片的成本可能比台湾高出50%甚至更多，但实际情况可能比这更夸张。为什么这么贵？第一个是盖房子的钱。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，建筑工人的薪资、环保法规的审核以及材料的运输，让建厂成本直接翻了4倍。接着是营运的钱。美国的电力支出、高昂的工程师薪水，再加上劳权文化的差异，让每一片晶圆的出生都自带昂贵的标签。这些增加的成本，台积电会自己吞下去吗？显然不会。这笔账会沿着供应链向下传导。苹果、辉达、高通这些科技巨头为了维持利润率，只有2个选择：要么压缩自己的获利，要么涨价。这意味着你未来的 iPhone、AI 伺服器，甚至是一台电动车，售价都将包含这笔安全溢价。这就是财经界最担心的结构性通胀。过去20年，我们享受着亚洲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低通胀红利，那是一个东西越来越便宜的时代。但现在，制造业回流本质上是一场去效率化运动。当生产基地从低成本区搬回高成本区，全球的物价底线正在被永久性的抬高。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昂贵的时代。美国政府虽然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补贴，但相对于数兆美元的长期成本，这只是杯水车薪。这张门票的真正买单者是全球的每一个消费者。我们在获得供应链安全感的同时，也失去了廉价科技产品的特权。很多人有个误解，以为台积电回美国，只要搬几台艾斯摩尔的光刻机，找几个工程师就够了。但实际上，半导体制造不是孤岛，它是一个生态系。在台湾，从晶圆厂到封装厂，从气体供应商到零件维修，车程都在1小时内。这被称为矽岛的极致效率。美国面临的第一个大难题是先进封装的缺位。即便台积电在亚利桑那生产出了最顶尖的3奈米晶圆，如果没有先进封装 CoWoS， 这些晶圆还是得坐飞机回到台湾，才能变成辉达的 H100晶片。这就是为什么台积电最近宣布在美国追加投资，连封装厂也要一起盖。这会导致一种产业生殖隔离。为了支撑美国厂，
上千家供应商必须跟着去。这种成群结队的搬迁，会导致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出现双系统：一套是留在亚洲，继续追求极致成本的系统；另一套则是锁在美国，虽然昂贵，但高度自主的系统。这两套系统未来可能不再兼容。如果你觉得美国大费周章搬回工厂只是为了几个工作岗位，那就太天真了。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宏大的金融战略——美元环流的结构性转向。过去40年，美元的运作模式是逆差输出，美国买东西，把美元撒向全球。但现在，游戏规则变了。当制造业回流美国，意味着美国不再需要向海外购买那么多商品，美元输出的水龙头正在关小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国利用晶片法案和高利率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资本磁铁，强迫全球优质资本，包括台积电的1000亿投资回流美国本土。这就是所谓的资本虹吸。当数以千亿计的美元不再流向新兴市场，而是沉淀在美国的工厂、土地和银行时，世界会发生什么？那些依赖美元流动性来发展的国家，将面临本币贬值、债务暴雷和资本枯竭。美国正在用工业回流，完成一次对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。更有深意的是，这是在巩固美元霸权。过去，美元的底层支撑是石油，未来，美元的底层支撑将是算力与晶片。如果全球最先进的 AI 晶片都在美国生产，用美元交易，那么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将从想要变成不得不有。但这也是一场豪赌。如果美国过度收缩美元供给，其他国家为了生存，必然会加速寻求替代方案。这就是为什么去美元化的声音越来越大。美国在试图关起门来做老大的同时，也可能正在削弱美元作为全球供气的信誉。回顾这场横跨太平洋的产业大迁移，我们会发现，这从来不只是一家公司的商业决策，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的重新定义。当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标本被送进博物馆，我们正站在一个未知时代的门槛上。对于美国来说，这是一场保住霸权的工业圣战。透过将最先进的产能锁在本土，美国试图将美元、算力、武器结成一个新的三位一体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，任何试图对抗经济效率的政治干预，最终都会迎来反噬。对于台湾和全球供应链来说，这是一场极其痛苦的脱壳。台湾虽然失去了部分产能的绝对垄断，但却在全球战略版图上，从一个代工基地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主权权重。细盾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变得更加昂贵，且边界更加模糊。身为观察者，我们必须明白，未来的世界将不再是平的，它将是崎岖的、昂贵的、充满围墙的。资本回流将导致财富的重新洗牌，而昂贵的科技产品将成为我们为这个不安全世界支付的税金。台积电搬往美国，不是一个故事的终结，而是新战场的开端。当效率不再是唯一标准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，在一个更高成本、更高波动的时代里，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原动力，我们下期见。